又见面了，大家好，我是 Ryan。今天要看这辆车，就是我身后的这辆 Honda Civic FE， 但是是低配版本的。顺便来回答一下之前网友问过这个问题，那就是到底买 City RS 好，还是买 E 版本的 Civic FE 会比较好？在没有开始今天视频内容之前，就请麻烦你们支持我一下，订阅频道，开启前面的小铃铛，在这边也谢谢你们支持。好，现在就让我们看一下这辆低配版本的 Honda Civic FE 吧。Let's go。之前我们有看过这个最高配版本的 Honda Civic FE 它的配置，所以对于这个低配版本呢，我就大概简略的介绍一下它没有些什么配置。好，首先前脸外观来讲的话，我们可以看到它的 fog lamp 是被取消掉了的，这个 E 版本它变成了一个 cover， 所以它是没有 fog lamp 的。但是它里面有没有 spare wire 就不太清楚。可是我在里面打灯具上面是看到没有这个 fog light 的这个开关显像。所以如果要改装的话，可能要拿到 wiring， 就不知道会不会 void warranty 啦。再来，我们也看到它的铝圈是采用了16寸的铝圈，然后配的是 Continental 的 MC5 的轮胎。然后它的左边的 side mirror 是没有Honda 主打的 Lane Watch Camera， 所以这一点我个人觉得是有点可惜，因为这个 Lane Watch Camera 是非常好用的。好，现在就让我们看一下内饰部分到底有什么差异性吧。好，现在就让我们看一下内饰部分。虽然讲它是一个低配版本，可是它还是有 keyless entry 的。来，天气有点热，先 start 一下车。OK， 首先我们可以看到它的这个门板这边，它这个门板的这边的话，它是采用了绒布材质。如果是中配版本和高配版本的话，它这边的材质是 leather 的。再来就是它的椅子也是采用了绒布材质。它的绒布材质不是那种毛毛的绒布，它的这个布是有点类似牛仔裤的布，它的质感会比较有点粗，它的感觉会比较有点粗的感觉。然后我们看到这个望后镜这边，如果是中配版本和高配版本，它的望后镜是带有电子防眩光的望后镜，可是低配版本它是只有一个很普通的望后镜。当然，如果后尾有高灯在闪出你的话，你也是可以按这个来防眩光啊。然后音响主机部分，这个低配版本它是配了7寸，如果是高配版本它是9寸。当然，它们全系都是可以支援 Apple CarPlay 及 Android Auto 的，但是无线的 Apple CarPlay 功能是只有中配版本跟高配版本才会有。然后看下来，我们可以看到这边少了一个 USB 的充电孔，它只有一个 USB 孔可以让你连接你的电话及充电使用。再来就是这边的话，它这边少了一个拨杆，这个拨杆它是之前如果在中配跟高配版本，它是可以 select 是 Sport 档还是 Normal 档还是 Eco 档，但是到了低配的配置，它就没有这个功能，你只有 Eco 档跟 Normal 档的选择，所以它也没有 Pedal Shifter。再来我们也看到它的interior的部分都是采用了这个米白色的，如果是中配跟高配版本，我没有记错是全黑色的内饰。好，这个 E 版本它的配置减少的部分大概就是这样子。现在就让我们一起上路试驾，顺便来分享一下，到底是买 City RS 好，还是买这个 Civic E 版本会比较好。现在试驾这辆 Civic FE E 版本，刚刚我跟它相处了大概有1个小时多吧。这辆车我个人觉得还有一个小问题就是这个椅子。这个椅子不懂是这辆车的问题，还是个别案例这个椅子，它会有这种异音好像我这大腿在那边摇一下就有这样的声音，就不懂是不是单纯是这辆车问题，还是这个椅子有这样子的问题啦。所以如果有这样子的问题的朋友，你们可以在下面留言让我知道。当然，如果是个别案例的话，就请这个车主去跟 Honda Service Center 那边 complain 一下，因为我觉得坐了真的是很吵这个椅子，它那个的声音，好像感觉上好像是在那种很旧的床上面在做一些某种不可描述运动的时候那种噪音。好，言归正传，今天这辆 Civic E 版本，它整个的驾驶感，我个人觉得真的是和之前那个高配版本的是没有什么差别的，整体的那种避震的调性 ，steering 的那个整个的指向性都一模一样，没有什么太大的差异。它过黄色减速带的时候，它的整体的那种滤震感还是非常的好，
非常的那种清脆，不会有给你那种多余震的感觉。但是如果是E版本的话啦，这个 Civic E 版本的话，我个人建议可以的话就换成18寸的 Rim 会比较好，因为它整个的那种扎实感是18寸的 Rim 会比较容易体现出来。16寸的话，我个人觉得还可能是比较浮跟晃了一点。然后 Steering 的整个方向性，我觉得也是很好，有点指哪打哪那种感觉，也不会让你有那种很多虚位的感觉。整个的驾驶感，我个人觉得还是比较偏向于舒适性比较为主了。因为这辆车它整个的避震调教，虽然我刚才讲了，它这个整个的感觉就是那种滤震很好啊，然后过这些黄色减速带啊，过这些hump的时候，会让你很强烈的有这种余震感。可是如果你很要求有那种路感的人的话，那种路面感觉，你想要感受到那种路面感觉的话，这个避震可能就做不到，因为它整体来讲，它还是要顾及到那个整个的舒适性为主，所以它的路感不会有很强烈。所以对比起可能你讲，我要运动感一点啊，有一点路感啊，让我能感觉到路面那种路坑啊，那种路面不平的状态啊，怎样都好的话，我个人觉得这个 Civic 的那个避震可能就没有办法给到你这样子的感觉。因为讲回来，这辆车还是一辆家用车为主，所以它还得考量大部分人的使用。但是以家庭用车来讲的话，它这个避震的调教真的是非常的舒服，非常的舒适，真的是很适合居家旅行啊，还是载家人啊那种感觉。之前有人问过我，到底要买 City RS 比较好，还是买这个 Civic E 版本会比较好？我个人觉得还是取决于在你的口袋有多深，两者之间相差大概是2万块钱嘛。如果讲我们把这个2万块钱除以9年，再除以12个月的话，Civic E 版本大概每个月要多供185块钱。所以整体来讲的话，还是要看回你自己的口袋能负担多少。然后 City RS 它的最主打的功能还是在于省油，所以像是你比较多在城市驾驶的话，你就比较容易达成这种省油的目标，因为它的 Model 就是0到90一直在做工，可以达成这种省油目的的话，多数都是在城市 City Road 驾驶才会达到这样子的一个省油的目的。可是如果你是长期有在 Highway 啊跟 City Road 这种切换的话，我个人觉得还是 Civic 会比较好。因为 City RS 它到了 Highway 的话，它的那个引擎就是讲它的马达到了90过后切成那个汽油引擎的话，它的马力是只有98匹，造成了它整个的驾驶感可能就不如这个 Civic 来的强劲。而且 Civic 它的那个马力最大 horsepower 是182匹，所以 Civic 给到的那种感觉是那种动力源源不断的感觉，反而City RS 它在 Highway 的表现可能就有点比较吃力感。虽然讲给到你有那种 Hybrid Motor 再去 support 的话，怎样都好，都不及这个 Civic 它那种整个的加速感那种感觉。所以我个人觉得，我还是建议你要看你的目的是什么。像是如果你担心可能之后大选过后汽油的价格会增加，可能起到3块钱我们95的汽油来到3块钱你觉得汽油的价格是一个很大的负担，你就可以考虑 Honda City RS。但是如果你觉得汽油价格不是我的一个考量，我只想要一个很强劲的动力，很舒服的驾驶体验，然后很有冲刺感，很有爆发力的一辆车，Honda Civic我个人觉得就比较适合你。当然前提还是在于你的口袋可以负担多深的情况之下。然后之前也有网友问我，像是这辆E 版本它是没有 Sport 档的，可是有 SA 跟他讲我们有个 S 档，到底这个 S 档是 Sport 档嘞还是怎样？我们现在来试看一下。好，现在我打去 S 档。OK， 我个人觉得这个 S 档不是 Sport 档，它没有那种 Sport 档的调性，它的感觉就好像我们以前那种 4AT 还是那种 6AT 的车这样子，你要搁车的时候，你打退档，然后它的那个 RPM 会增加，然后让你达成那种搁车的那种速度感。
所以这个真的不是 Sport 档。因为如果是讲这个 S 档是 Sport 档的话，为什么 Honda Malaysia 还要再做多一个排档杆来让它区分有 Sport 档跟没有 Sport 档？再来就是还有一个可能性就是两者之间他们的那个 ECU 的调教也不一样，在他们压箱的调教上面也是不一样。所以像你是买 V 版本还是 RS 版本的话，你打去 Sport 档，它的那个转速在切换的时候会模拟那种换挡感觉，反而这个 E 版本你打去 S 档的话，它就是单纯的转速拉高。所以不要再问我到底这个 S 档是不是 Sport 档啊？我个人觉得不是啊，因为整体的调性不一样。在没有结束今天这个 Civic FE 的影片之前我想要分享一下对于这辆车我个人觉得比较失望的地方。虽然讲我不是车主，但是当时候看到这辆车发布的时候，它有些配置真的是蛮吸引我的。但是我讲的是外国版本可是当马来西亚版本发售的时候，有些我觉得蛮喜欢的配置被 cut 掉了，让我觉得有点失望。首先我们可以对比起我们邻国泰国他们的价格来讲 Turbo RS 的价格是泰铢是122万泰铢，折合到马币是马币155千。然后马来西亚版本最高配 Turbo RS 版本是马币144千，两者之间相差了11千。然后在马来西亚版本里面有3个配置是被取消掉的。首先就是这个全尺寸的 Digital Meter， 像是国外版本他们是配了10.2寸的 Digital Meter 显示，可是到马来西亚版本只有7寸，加上一个实体的指针的时速表。再来就是无线充电功能，以及我很喜欢的卡片锁匙功能。可是讲回来啦，可能有些配置是国外版本有的，我们没有。当然，有些配置是我们有的，国外版本没有。如果是泰国版本，他们 Turbo RS 版本，他们是没有后座冷气出风口，以及他们的 rim 是配了17寸。这点的话，我个人觉得就是在马来西亚的一个优势。相对来讲，这个最近泰国版本他们的那个 HEV 就是纯电不是纯电，就是 Hybrid 版本，他们才加入了这个后座冷气出风口，可是他们价格还没出来所以像是之前他们买 Turbo RS 的，他们是没有后座冷气出风口。对于马来西亚这种炎热天气来讲的话，我个人觉得啦，其实讲我个人觉得是比较庆幸了一点。当然，我也希望啦，在下一次这个11代的 Civic 有小改款的时候，可以再加入这些配置，可能加价上面就控制一点因为这些东西我个人觉得是一个卖点来的。好，今天这个 Honda Civic FE 的分享视频就到这里了。当然也非常感谢黑哥借了我他的车，让我讲一下一些平时比较难分享的一些内容。对于 Honda 车有兴趣的观众朋友，你们也可以来到古来的王龙 Honda Showroom 来找黑哥。当然，觉得这个视频不错的话呢，就麻烦你们帮我按赞分享，也希望你们支持我一下，订阅我频道，还开启你们小铃铛，在这边也谢谢你们支持。好，我们下个星期的视频再见啦，拜拜。